汉武帝驾崩后，汉朝已经更换了3位皇帝。那么在此期间，北方的匈奴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南匈奴归附汉朝及汉宣帝驾崩。公元前74年，刘病已登基为帝，即汉宣帝。7年后，他将8岁的儿子刘氏立为了皇太子。那么这段时间，许久未见的匈奴又在做着什么呢？自从汉武帝登基以来，就一直在与匈奴做斗争。由于卫青和霍去病太过勇猛，致使匈奴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而且汉武帝太过长寿，他一个人就足足地熬死了匈奴的7任单于。公元前60年，匈奴的单于须驴全渠去世。原本应该是由他的儿子姬侯山即位，可右贤王屠其堂却趁着大贵族们还没有赶到单于的王庭来奔丧之际，勾结了颛渠燕止及其弟弟等人，自立为沃眼渠堤单于。他篡位成功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便开始大肆的诛除异己。大批在须驴全渠时期掌权的大贵族被杀害，须驴全渠的近亲子弟被罢黜，从而导致很多贵族不满。很快，他便开始众叛亲离。公元前58年，匈奴的姑西王联合了乌缠木和左地贵人，拥立姬侯为呼韩邪单于。之后，呼韩邪便率领4-5万人，对沃眼渠堤单于发起进攻，兵锋直指姑且水以北。沃眼渠堤单于由于长期的滥杀无辜，导致人心离散，帐下的很多士兵不战而逃。最终，篡位仅3年的沃眼渠堤单于战败后自杀了。于是，呼韩邪单于便占领了单于的王庭。但此时他依然无法控制整个匈奴，因为匈奴西边的很多部落都还在沃眼渠堤单于的弟弟和亲信们的统治之下，他们并不服从呼韩邪单于的统领，并且还拥立了伯须堂为突骑单于，发兵数万来攻击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兵败后逃走，单于的王庭就落入了突骑的手中。就这样，匈奴被一分为2，突骑单于统治西边，呼韩邪单于统治东边。可就在2大单于难分高下的时候，其他的部落也趁机独立。首先是呼阶王拥兵叛变，在西北地区自立为呼阶单于。然后右傲渐王自立为车离单于，乌界都尉自立为乌界单于。至此，匈奴便同时出现了5个单于，形成了5单于并立的局面。公元前57年8月，突骑单于兵分2路，去进攻乌吉单于和车离单于。2个单于战败后，都向西北方向撤退，逃到了呼阶单于的地盘。就这样，3个单于聚集在了一起。他们商议后决定，乌界和呼阶都去掉单于的称号，共同拥立车离单于。他们统兵4万，共同对付突骑单于。突骑单于闻讯后，派出2名大将，分别带领4万骑兵镇守东方，防备呼韩邪单于的进攻，自己则亲率4万骑兵去攻打车离单于。车离单于再次战败，向更西北的方向逃走了。突骑单于取胜后，向西南退兵，准备在细墩稍事休整，然后便一举扫平车离单于的势力。可就在这个时候，呼韩邪趁着突骑单于领兵在外，王庭空虚之时，准备趁虚拿下王庭。他派出数万大军去攻击防守他的2员大将，杀敌10000人后，便朝着单于的王庭发起进攻。突骑单于闻讯后，连忙率领6万骑兵前来保卫王庭。可当他们走到入姑时，却遭遇了呼韩邪4万大军的埋伏。最终，突骑单于兵败后自杀，呼韩邪单于则再次占领了单于的王庭。突骑单于死后，他的儿子以及亲信大臣都逃往了汉朝，车离单于则投降了呼韩邪。至此，5单于并存的局面彻底结束。但是呼韩邪虽然再次驻兵于单于的王庭，可依然得不到贵族们的支持，他所能调动的部众也仅有数万人。而且很快，他也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困境。其中最大的反叛者竟然是他的哥哥左贤王呼图乌斯。他自立为郅支单于，率军反叛自己的弟弟。结果呼韩邪不敌，战败后只能向南逃跑，一直逃到了汉朝的边境。为了能得到喘息的机会，当逃到汉朝长城边上的时候，他采纳了大臣们的建议，决定投靠汉朝。公元前52年，
呼韩邪单于率军到达五原郡的北边，然后派出使者前往长安，商议投靠汉朝之事。消息传到长安，犹如撼天之雷，响彻了长安城的上空。这是汉匈征战以来最大的利好消息。汉宣帝连忙与群臣商议，最后决定接受呼韩邪单于的称臣。随后，呼韩邪便将自己的儿子朱楼屈唐送来汉朝当人质。郅支单于得知消息后，也把儿子居于利送来汉朝当人质，企图阻止汉朝支持呼韩邪。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长安，在甘泉宫朝见了汉宣帝。他向汉宣帝说明，他并不是汉朝的贵宾，而是要成为汉朝的藩属。条件是：第一，可否允许匈奴人移居到光禄塞；第二，如果郅支单于攻打他，可否允许他们撤退到受降城。光禄塞是公元前102年徐思维负责修建的城堡，距离五原塞约50多里。受降城我们之前讲过，是公元前104年公孙敖负责修建的。最终，汉宣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呼韩邪离开长安时，汉朝的军队一直将他们护送到了长城之外，同时还派出大军协防郅支单于的突袭。至此，匈奴便正式地分成了南匈奴和北匈奴，而南匈奴则成为了汉朝的藩属，挡在了北匈奴和汉朝的中间。从此，汉朝北方的边境则再也不会受到匈奴的侵略了。公元前49年，汉宣帝刘询病重，他任命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并让他们共同辅佐太子。公元前48年，汉宣帝刘询驾崩于未央宫，享年43岁。他以传奇的身世继承帝位，登基后他为正宽简，轻徭薄赋。他所在的时代被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之治，这是继文景之治后大汉王朝又一个太平盛世。也是在他即位的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敞才把《史记》的原稿上奏，使这部伟大的著作得以向世人公开。随后他被葬于杜陵。杜陵位于今天西安市雁塔区的三赵村以南。陵园内除了宣帝陵，还有王皇后陵、陵庙、陵邑等遗址7处，陪葬坑5处，陪葬墓100多座。杜陵也是西汉所有的帝陵中规模较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帝王陵寝。汉宣帝驾崩后，太子刘氏即位，即汉元帝。他是汉宣帝刘病已和皇后许平君所生的儿子，也是西汉王朝的第11位皇帝。那么，刘氏继位后，汉朝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继续讲述。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观看，下期再见。